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早路。6月11号星期四，今天早晨又来和田中先生他们一起跑一个集体跑。他们今天要带一位朋友跑，想把5公里跑进17分，这个画面很熟悉。去年的夏天我们还试过，就是和藤冈先生一起把5公里跑进17分，但是藤冈先生现在5公里已经跑进了16分。太厉害了，训练的非常刻苦，我就跟人家比就稍微差点意思，而且今天我的身体条件应该是我感觉是不具备17分的能力的。我打算跟他们起跑，如果中途特累的话，中途我就停下来，比方说3公里的时候或者怎么样，如果能顶我就看跟他们跑到5公里，因为我周日有一个5公里的场地赛。但是坦率的说，不是很有信心。我发现这一段时间的不规律造成我的阈值能力下降了大概4秒的样子，事实上，今天有个东西要试一试，高驰的手表收到了测试版的固件，就是增加了一个叫运动后2分钟心率恢复，但是我其实还没用过，我不知道它是就我这一组之后还是就是停表之后，我估计可能是停表之后，因为他也不知道你这个是怎么弄。还有就是，比方说我今天假设我跑完这5公里了，我一般就是暂停，因为特别累，可能半天才结束运动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，咱们今天看一看，好吗？然后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开普敦马拉松正式过了大满贯的评审，就是已经成为了第8颗星。前2天完赛的那些小伙伴们，就上个月完赛的小伙伴们，应该都可以看到自己的这1颗星了。我已经看到了，所以现在已经是8颗，就看明年的上海了。不对，其实应该是看今年的上海。今年上海如果评审过了，那明年应该就是正式的第9颗。所以不知道今年参加上马的小伙伴们，如果完赛了，明年能不能补上？好像是不能，因为悉尼那年能补，是因为悉尼那年是年龄组的锦标赛，而且只有参加年龄组锦标赛的人能就算那1颗，普通跑者是不算的。开普敦之所以今年没评上的时候就算，是因为他去年因为大风取消了，就这么回事。好吧，先接水。今天穿了一双这1年都没穿的鞋，看。去年的北京马拉松的阿迪达斯 Pro 4的限定款，看后边这个地儿有北京马拉松。从家到这儿热身3公里，我们6点开跑，现在还有9分钟。有小伙伴说强度课之前。比赛之前怎么热身？其实对我来说，大多数强度课之前我不怎么热身，但是比赛之前，尤其是半马比赛之前，肯定是要热身的，因为你一上来就得特别快。我觉得跑步之前就训练之前或者比赛之前的热身，不宜做太多的静态拉伸，就算做静态拉伸，应该也是非常不超限的。同时最好在动态热身之后，我一般就蹦蹦跳跳，然后让身体有那种动起来的感觉，踢腿。最近伤康复的其实很不错，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，这右腿之前那个伤是朝这个方向踢腿是不行的，现在已经完全没感觉了。其实就是踢腿，让你感觉这个有这种被打开的感觉。虽然就我们普通人的步幅，其实你拍出来看就知道，你跑到3分40，其实也不行。就所谓的这个开意义没有那么大，但是自己就心态会不一样。像热身热到什么程度呢？就起跑之前大概心率在100，我觉得就可以基本上而且我自己不成熟的经验，就你不管是5公里、10公里还是半马的比赛，你上来跑出个200-300米，也就热了所谓的热身不受伤这些，我觉得对普通人来说，心理作用大于身体上的作用。你看穿旧版队服、红色 Asics 白色背心的这位先生，
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他能跑进17分钟，但是今天我估计我跑不进17分钟。那我们热身结束，从这儿跑到喷水池1公里，再回来到那边拐，只有一个180度转弯，然后回来到这儿还是到这儿3公里，然后到喷水池4公里，再回来5公里，这样就只拐一个180度。准备，走。322。323。来到，回去喽，开始。还到。还到这儿。325。最后一个327掉了，17分04，做好10米，10分03，就娜娜3就娜娜3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ナイスランナー皆さん。ありがとうとよかった。ありがとう田中さん。ありがとう。好吧，嘿，17分04，3分24，3分24点几，3分24是正好17，不行，最后实在顶不动了，还留自己一条活路。哎呦，我想把运动感受设置很累啊。那先生昨天可能突然有事儿，睡得晚了，他没成功，他跑了2公里就下来了。然后田先生是跟我们跑了2公里之后停下来，我们那1公里回来
然后又跟我们跑了1公里，因为他跑了1、2、4，最后1公里要是能有人追就好了，但是他们太快了，他们大概快我，其实也没有快多少，快我10秒，16分50。去年8月份我状态好的时候，在这儿跑了一个16分45，而且还不是这个优化路线，是有2次那个180度弯，所以阈值能力就是5K、10K、半马这种比赛，对状态的要求，对持续训练的要求更高。马拉松其实普通人我们跑不到那个极限，就我们马拉松那个极限是到不了运动员那个极限的。就是理论上说，我认为职业运动员不管是基普乔格、萨维还是会长，他们跑完一场全力的全马以后的累的程度，是要比我自己跑一个全力以赴的全马之后累的程度要累的，因为它更能释放出来。其实我们马拉松进步，这些年我的进步，其实就是把马拉松越跑越像冲刺，就这么回事，带引号的冲刺。就像小伙伴们一开始可能刚开始跑5公里，讲究跑下来，慢慢的，后来慢慢的觉得自己可以一口气冲下5公里了，虽然是那个冲不是那个冲，然后慢慢的变成10公里、15公里，半马。就像你看我跑半马，我就特别累，因为我全力冲下来了。全马我的整体的短板不在速度上，就是不在那个冲的速度上，而是在持久的这个输出上。所以我全马的进步空间就是多去刺激阈值，让自己持久的输出能更好，就是这样。这样慢慢的我跑全马，如果你跑全马成绩越来越好，但是你越来越累，那就说明开始正向前进了，这是我不成熟的观点。今天这个5公里也是，我们没看这个2分钟这个心率下降，应该是要回到手机上看。正好我屏幕上刚才一直有没有数据的，我停表了，对不起，屏幕上应该没有数据了。看看数据啊，5.01公里17分04，平均配速3分24，运动表现出色，训练负荷较小，训练重点最大摄氧量，有氧效果维持，无氧效果维持，很累，最快1公里3分21。平均心率179，最大188，就说明能力是，当然也跟天气有关系啊，很少这么热的天跑，但是阈值能力确实是下降了大概3秒的样子，三秒左右，我估计是，因为差不多如果阈值比现在要 LTR 比现在快3秒，我的5公里应该也能快将近3秒，大概2.8秒左右每公里。那这样的话就是10来秒，就是去年那个状态，就是16分45到16分50，就是这样。累计爬升只有2米，步频206，那步频基本上也没变，步幅1.43米，步幅变小了，应该在5公里里。垂直振幅比只有4.6，垂直振幅6.6厘米，出体时间164毫秒，消耗271千卡，运动时间是17分3秒68。那我估计事实上的5公里应该是17分2秒。看看单圈数据，第1公里3分22秒02。在324以内，第2公里3分23秒54也在，第3公里3分22秒86，第4公里3分25秒1，就是慢了1.1秒，最后1公里3分27秒36，慢了3.36秒。小伙伴们，6月11号星期四，又是一个愉快的早训练。我这4天4个强度课，而且这2周白天工作特别忙，特别累。那最近AI 的额度都跟不上我的速度，就最近事儿特别多，跑各种东西，然后改各种东西，这一天一天的。这2天到傍晚的时候，我的脑子都快断片了。要是到下午4、5点再找我有点事儿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想什么呢。世界杯要开幕了，然后现在越来越不看球了，好几届这种比赛都不看了。我最后一次看杯赛是那年高考完，2004年欧洲杯，正好是考完试的那个夏天，就这2天嘛开幕。那是最后一次看就
就正经看球。那时候也没事儿，熬夜，前半夜先玩游戏，后半夜看球，看完球天微微亮就睡了。我记得查分那天，就是前天的半夜是荷兰还是谁？哎，看完了刚要睡，老师打电话来了还是怎么的？那时候还没有，那时候还不太就短信还不太那个就普及呢。那时候查分打电话查，老师打电话来了，说多少分啊？我说能查了呀。然后后来我说先待会儿再说。睡到早晨8点多7点多起来查。那电话查分跟现在这网页或者是那个短信不一样，你不是一下看见的，是一颗一颗听见的，听一颗就算一颗。那时候脑子是好，等听完最后一颗都算完了。哪像现在呀？现在是不行了。哎呀，这一年一年过得太快了，2026年了，哼，距离我高考都过去22年了。行吧，那就这么着。今天第4个训练日了，明天休息了，周末去场地赛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